Hello，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法可。那今天我们要玩的是经过区6小时的拼装啊，火灵飞也是终于从童年的记忆中走到了我的手里。伊里创玩的这款火灵飞呢，有20多块板件，说明书也有40页，整体拼装的工程量还是不小的。拼装完成后，整体的紧实度和组合度都相当不错，代价就是不少部位在拼装时需要用到大力金刚指，而又因为开模的精度很高，许多位置的造型呢非常的尖锐，再加上需要非常用力，那真是痛上加痛。就整个拼装过程来讲，整体还算顺畅，但因为这次的板件质量进行了升级，不再是按压水口，且很多水口设计的位置也比较尴尬，因此需要大家提前准备好一把顺手的剪钳。那我这次用的呢是斯特利家的104剪钳，取件非常的顺畅，剪钳面平顺完整，最重要的是价格不高，性价比直接拉满，非常推荐。关于水口的隐藏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。正面几乎是看不到什么水口的，只在一些特殊角度下可以看到某些位置的水口，整体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拼装完成后的整体身形比例也非常还原，是小时候回忆中的样子。细节方面，这次的漆面表现还是有惊艳到我的，官方称之为雪龙红涂装，可是不应该是麒麟吗？这次漆面用了独特的4重喷涂工艺，让漆面体现出红亮质感的同时，转折处呢又隐隐透出金属漆面黑色的底漆，尤其是在落差处，就像是有一层若隐若现的渗线一样，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但漆面的附着力还需要观察，而我在替换完手型后发现，可能是我指甲刮到了，小臂甲处已经有了轻微的划痕。但过度紧实对于替换手型来说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，毕竟火灵飞又不需要手持武器，不需要这么强的把持力度，我觉得有点没必要。随板件附属了3个发光灯组，可点亮头部、胸部以及闪池的头灯位置。不过闪池所安装的灯组位置比较深，我至今未能成功触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火灵飞胸口的透明件是双层结构，一层是印有 logo 图案，另一层是透明外壳，可以使最终呈现的发光效果更有层次感。闪池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变换，实现摩托、滑板以及飞行背包3种形态的切换。滑板形态下可以通过替换件实现人物的搭载，而飞行背包形态因为太重，只能通过附属的透明支架进行展示。同时，闪池的造型还原度以及涂装细节也非常给力。除仪表盘用到了2处贴纸以外，其他部位全部是涂装以及板件分色。2只硕大的轮胎是橡胶材质，2轮的转动也非常丝滑。其中摩托形态下，脚踏板有2种位置可以选择，可通过替换件调整到后轮位置，实现人物的趴伏骑行姿态。配件方面，除刚才讲到的支架，还有一张闪卡，一种宽距的闪池座椅替换件，2个磁控件，以及一共6对手型，但手背甲需要替换。此外，还附属了原案的大腿外甲一套，但是替换的插拔比较难。最后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火灵飞拼装完之后的紧实度非常棒。经过仔细研究，我发现这次的板件材料一共用到了 POM、PA 以及 ABS 3种材料，其中主要的受力关节都用到了 POM 以及 PA 2种比较有韧性的材料，而一些造型外甲部分则用的是 ABS 硬塑料。因此模型关节处是2种有韧性的材料相互之间摩擦，所以整体的把玩感受会感觉又丝滑又紧实，非常不错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了。可动表现我放在了视频最后，大家可以按需观看。那么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